选哈里斯民众关怀，选川普休克疗法，选谁能实现真正的玛卡？美国选民为什么会看川普当选觉得经济前景好？为什么会相信更务实的右派？大家都很穷的时候重视物质主义，进入的后物质主义时代跟以前不太一样，进步价值透过社群媒体的扩散，搞了半天进步派思维花这么多钱，税要收这么多，社会福利政策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人的投票还是会回归到我自己的利益。Look what happened. Is this crazy? 偷窃、抢劫，价值没有超过950块美金，检察官就不会起诉。立法思维，如果有人这么可怜，要去抢900多块的东西，社会要负责任哦。还有加码零元购，加州有人冲进来零元购，你不能拿出你的枪反抗。他入侵我的物业，我不能打他。你乖乖的，他只会抢东西，他不会伤人。过分的强调关怀弱势，他犯罪都是有一定的理由的。看到一群人冲进店里，你也不能够阻挡，你就是要让他随便拿。打架受伤，你要负全责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美国深层矛盾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状态，选哈里斯民众关怀，选川普休克疗法，选谁能有机会实现真正的玛卡？他们真的认为现在的美国的国力还是稍微领先很多的国家，混乱会不会达到内战的层次呢？各地的政府都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的时候，大幅的骚乱到内战的情况其实蛮困难的。现在的情况来说，美国就应该继续的强压，对其他的盟友摆出大哥的心态，要跟我合作可以，你就配合我。日本、韩国多交点钱。如果这些国家都被迫的要接受美国的要求，共和党的策略甚至路线就是对的，真的就是美国会再次伟大，因为所有的人都万佛朝宗的来支持你嘛。共和党用非常鹰派的方式来要求盟友合作，这个路线如果大家也都愿意配合，实现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，就有可能在共和党的这种方式、这种自私的方式之下，有可能去实现了。当然，美国内部的问题还是很多。相对来说，民主党继续强调用盟友啊，大家都要很好，我们要跟盟友尊重啊、互动啊，这个就比较困难。这种想法或者是这种拜登时期都没有办法真的做好，更不用说手腕经验都远逊于拜登的贺锦丽想要把它做好了。谁比较有一点点可能真的让美国所谓的再次伟大？我相信美国的选民为什么会看川普当选觉得经济前景比较好，也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哦。投票结束之后，坦白说，美国各地的人民、美国各地的选民，大部分的人就会回归他该做的事。选举它是4年一次的，美国基本上经历了这么多年，会有一些骚乱，大家也觉得可能美国会混乱啊，美国会瘫痪啊。当天晚上开完之后，包括在大学校园里面就有人砸东西，就不能因为学生通常比较支持民主党，对，然后又觉得说川普上台之后，很多的美国这么大，大部分的美国人4年之后再来，基本上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归平静。想看戏的心态我可以理解，回归到现实，很难发生这些戏剧化的情况。毛泽东更信任美国右派，这是为什么？是不是民主党更热衷于意识形态？美国政治对国际政治影响力巨大，民主党当选后，全球社会中会不会让政治正确继续引号的发扬光大？毛泽东当时的讲法，为什么会比较相信更务实的右派？现在时代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，就很多的价值，所谓的进步价值，透过社群媒体的扩散，年轻世代已经超过了当年中国人基本上也是比较保守派、比较务实的保守派，即便是当年的共产党也是很多的改革的思维，可是因为整体的信仰、中国文化、社会文化它是传统的，常常我们说在包括台湾的移民到美国之后，你以为你很进步派的，事实上到美国之后你会发现，其实你并不是真的是左派。大家都很穷的时候，很重视物质主义，现在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就讲究价值，因为它不用求温饱，成长过程当中并没有可能线上很多朋友经历过的，我们要锱铢必较，要自己赚零用钱。想想看，现在少子化的年代，哪一个家里的小孩会不被呵护着？因为你被呵护着，这样的年轻世代，你要他在凡事都想到所谓的非常务实，蛮困难的。他凡事可能更多的会去想到说对还是不对，价值是不是正确？因为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你是需要饿肚子，事实上没有时间去想我是不是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价值。时代的改变，世代的不同，导致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进步议题，在随着年轻世代成
成为掌权者、成为政治人物之后，他推的东西不会是完全的一致，所有的事情都有过犹不及，也都会有来回摆荡的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欧洲国家，虽然有的时候会是很前卫，得到很多的支持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它还是会摆荡回来，因为发现搞了半天，进步派的思维是要花这么多钱的，税要收这么多的，社会福利政策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就会开始有人因为生活过得不好，又希望把它重新投回来。举例来说，在欧洲国家，因为难民的问题很严重，所以看看现在欧洲国家一开始的时候拥抱难民，从梅克尔时代就说拥抱难民，我们要同理心、同情心。看看现在欧洲国家还是用同理心来看待所谓的难民问题吗？还觉得不论如何，我们就要站在人道立场吗？做出来的政策很诚实，现在就是没有这么样的拥抱难民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说，虽然很多人看到说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议题在台面上是很多的，可是民主国家你都会发现这个机制是有相对的制衡的作用，人的投票行为、人的决定还是会回归到我自己的利益。当我的利益因为你太过进步的时候受到了冲击，我就要投给保守派了。所以我不会特别担心，我会觉得那都是过渡期。以我们从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发展，都是过渡期，它都会有一个拉回的效果。即便是保守派或极右，它也都是整体在往所谓的进步价值。简单来讲，工业化从高度集中到分布不均，逐渐的均衡这个过程，慢慢在扩散。很多人说 AI 也许是人类的终极单，或机器人是人类的终极单，也就是当人类完全从生产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人类以前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做就要死，会饿死。那现在不做有社会福利，那社会福利养一堆懒汉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时代，那个生产速度跟整个产能日进千里啊。零元购是怎样的状况？是全美吗？是只有特定地区？这个东西就对于美国犬型有影响吗？2014年，美国加州通过了条47号提案，将盗窃$950以下的商品从重罪降为轻罪。当时加州的检察总长呢就是贺锦丽。零元购因为在加州推动偷窃抢劫，如果价值没有超过900还是950块美金，检察官就不会特别去做起诉的动作。立法思维是说，如果有人这么可怜要去抢900多块的东西，这么低价的东西都要抢的话，社会要负起某种程度的责任哦。但是这有没有超过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？设了法规之后，它引起的反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真的零元购。看到一群人冲进店里，你也不能够阻挡，你就是要让他随便拿，反正他没有超过950。加州是有加码的，还有加码零元购。加码零元购是指加州有人冲进来零元购，你不能拿出你的枪反抗，打架受伤你要负全责。他入侵我的物业，我不能打他。不是美国，因为你乖乖的，他只会抢东西，他不会伤人。可是美国不是很强调进入人家的私人产业里面被打死是活该？保守派的想法，就说在德州、佛州，你只要踩进我的前院，我开枪打你我都没事。其实很多人对于零元购或者是过分的强调，其实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。